我的温度。这身衣服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装置看起来似乎是……不行，它彻底无法运作了，甚至只是徒有其表而已。那个身影是瓦尔特·乔伊斯。总感觉这里有股危险的气息，但目前也没有其他线索了。调查一下吧。Bronya， 这边抓住我！到这里就没事了，没受伤吧，阿里克谢耶夫娜？布拉尼亚没事，阿克西姆叔叔。你以后最好还是用老板来称呼我。做我们这行买卖的，指不定哪天就要寄人篱下，到时候那些人可不会想听你说什么叔叔。布拉尼亚明白了，老板马克西姆叔叔。好吧。这还真是阿列克谢和亚历山德拉的女儿，和你父母一样的死脑筋。算了，我也没有数落你的意思。这个住了好几年的家，可算是彻底完蛋了。把他最后的样子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吧。这是布朗尼亚去孤儿院之前的记忆。布朗尼亚，天哪！太好了，你果然没事。我刚才朦朦胧胧看到布拉尼亚被人从火场中拖出来，那应该是幻觉吧？哎，布拉尼亚，你什么时候换成了这身衣服？布拉尼亚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提安娜刚才看到的火灾现场，那恐怕不是幻觉，而是布拉尼亚的记忆。那是2011年的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或许是乔伊斯的意志帮助了我们，让布朗尼亚能够找到被困在记忆里的提安娜。但听你的描述，无论这件事本身，还是我们当前的状况，他们都还有很多疑点吧？当然，这里为什么看起来像是5万年前的月球？布朗尼亚为什么变成了自己当年做狙击手时的模样？以及为什么布朗尼亚会看到瓦尔特·乔伊斯的身影？又为什么能够从自己的梦境中解放出提安娜？那个雨兔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总之，我们有太多无法解答的问题，而布罗尼亚也尚未恢复理智律者的力量。天哪，你看起来情况还好？律者核心状况稳定，能量的流动也一切如常。不过说到雨兔，不知道为什么，他总给我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和奥托或者凯文的那种不一样，反而更像是空之律者的压迫感。空之律者，他们看起来差很多。怎么说呢？和他的性格或者说话方式无关，更接近于存在方式本身所带来的危险。好像这样讲也很难描述清楚。那我们还是从比较容易分析的部分。咦，这个人影是瓦尔特·乔伊斯，他又出现了。审判的时刻到了！以此烈火，战无不断！他突破战场，急如雷电！决战的时刻到了！心炎，拔剑！任务指令已收到。Fire！ 急如雷电！这个就是之前布罗尼亚调查了一个这样的记忆碎片，或者说空间构造，然后 Kiana 就出现了。那么这一次是不是牙医也Kiana， 当心！牙医？ Kiana、Bronia， 我没有伤到你们吧？没有，那怎么会呢？不过牙医果然好厉害啊，不需要布拉尼亚的力量就可以挣脱这种奇怪的束缚。也可能只是因为那些幻觉本身减弱了而已。不过，你说 Bronia， 原来如此，这是理智律者的记忆啊。牙医，你看到什么了？我看到某个人是个深色头发的少年，他在被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盘问：“你叫什么名字？以前住在哪里？你是哪国人？”而那少年却以另一个问题回答他们：“我是谁？”既然布罗尼亚与这种记忆有关，既然这位少年的模样的确是逆商的人们口耳相传的样子，那我想，他应该就是瓦尔特·乔伊斯，最初的理智律者。我们也是追寻着他时隐时现的身影来到了这里，但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因为雨兔，或者说圣痕计划的力量，才再度陷于和之前几乎同样的困境。这是说，我们目前接触到的一切，也都有可能来自雨兔的密谋吗？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我们都必须发现他的破绽，找到应对他能力的针对性手段，否则主动权就永远都停留在对方的手上。而且，如果我们再向前思考一层，如何从凯文手中夺取主动权，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是啊，想要对抗中烟的力量，
超越圣痕计划，我们至少需要和逆商还有天命的科学家们建立起稳定的联系。说到这一点，我总有一种感觉，瓦尔特先生他们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某些计划，但因为其他的各种原因而一直没有向我们公布出来。早就？至少也在1-2年之前吧。那不是大家还在圣弗雷亚读书的时候吗？天哪，你难道是指……亚伊、布罗尼亚，你们还记得基子老师带领我们缴获的那艘幽灵战舰吗？当然记得。布罗尼亚试图破解他的主控系统，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设置密码，操作权限也全部处于开放状态。当时祭司老师担心那是一个陷阱。虽然之后布罗尼亚的生物芯片确实受到了干扰，但在新西兰发生的事却证明了那是一起独立的事件，与战舰主控系统的奇怪状态并无直接联系。这么说来，虽然之后的一连串事件都与可可利亚有关，但我们却一直不知道幽灵战舰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布罗尼亚在战舰的主控电脑中发现了一封奇怪的邮件。亲爱的 Kiana， 你好，这艘战舰月光王座终于在14年后交还于你，你会登上王座，塑造新世界。不过在这之前，你还要找到4把钥匙：征服的雷电、极翼的烈焰、渴望的风暴、静谧的死亡。对了，航行系统的密码是你的生日哦。那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机器人虽然装腔作势，但好像也没有什么恶意。我那时还说，相信只要把战舰开回圣弗雷亚，一切就会水落石出。但在之后的时间里，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结果大家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艘神秘的战舰到底是怎么回事。准确地说，后来转移到休伯利安上的那套月光王座引擎的确是爱因斯坦和特斯拉2位博士的作品，但关于那封邮件的来历，他们一直语焉不详。我想那多半与逆商原本应对崩坏的计划有关吧。原本的计划？那封信应该是特斯拉博士的手笔。只要针对事件的相关人员使用排除法，这一点其实相当明显。从如今的视角看来，当时的逆商似乎是想要借助月光王座的力量，帮助我夺取西陵曾经拥有的全部律者全能。可是，在战胜了支配之律者后，逆商的前辈们却没有一个人将此事重新提出。难道不是因为这件事已经翻篇了吗？事情本身的确如此，但我在意的是，当初他们为什么打算让我掌握住那4颗宝石分别对应的全能？博士们毕竟与奥托完全不同，不可能只因为觊觎西陵曾拥有的力量就制定出这样的计划。如果顺着这个角度思考，事情确实变得可疑了起来。不过，提安娜，你难道认为这件事的重点其实不是西陵，反而与中烟有关？这只是一个猜想，但我觉得它可以解释一些细想起来让人感到古怪的事情。古怪？当我和博士们相处的时候，我偶尔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某种负罪感。我一开始以为这与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关，但即便时至今日，那种若有若无的情绪也并没有从他们身上完全消失。你为什么不直接问问他们呢？在出发去克洛斯腾的那个晚上，我曾经试着问过特斯拉博士，他承认自己写过那封信，但又说在真正要面对中烟律者之前，逆商的计划还有巨大的改进空间。特斯拉博士为什么要在这种事情上卖关子？他说 Kiana， 在学校里的时候，你们应该也不愿意把没修改完的作文念给同学们听吧？一个道理啦。不管怎么说，从好的方面想，这的确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说明，我们的世界不是只有圣痕计划这一条路可选。怎么，我会说出这种话，难道很奇怪吗？不，我以为……希安娜果然是个笨蛋，明明都和牙医做过那种事了，到现在反而计较起来这个。
Bronya， Bronya 还是这么得理不饶人呢。好了，不管怎么考虑未来，现在的我们的确还受制于雨兔。在从凯文手中夺取主动权之前，我们首先还需要想办法摆脱他的影响。难道说，第一任理之律者，他就是为了这件事而现身引导我们？不知道 ，Bronya 觉得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但无论如何，对目前的我们来说，这也的确是唯一的线索。让我们保持戒备的向前探索吧。果然，这里也存在干涉。奇怪，按照渡鸦的说法，雨兔明明对绿者不感兴趣，他反复戏耍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千鸟，拔刀！突破战场。急如雷电！审判的时刻到了！原来如此，之前我就从像这样的裂缝中来到了你们身边，但这一次，乔伊斯没有出现呢。如果那的确是乔伊斯的意志，或许这段记忆中并没有封入其他存在吧。不过作为线索，它也仍有调查的价值。嘿，生日快乐！这是送给布朗尼亚的吗？是你爸爸以前送给我的。上次弗拉基米尔帮我收拾旧东西，没想到把它给翻了出来。我就想把它送给你当个生日礼物，倒蛮合适。谢谢。别客气。阿列克谢小时候想当个雕塑家，就算当了兵，也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送给我们。那时候我也没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稀罕，没想到搁在今天，这些本来不值钱的东西，有不少竟然成了绝版的藏品。这个兔子也是吗？那怎么可能？如果它也很值钱，那我们早就用它去换吃的了。吃的东西都很花钱，布朗尼亚知道。傻孩子，我们以前可没有这么困难。那时西伯利亚的所有人同属于一个国家，大家不会打来打去，也不用担心自己的东西会被邻居抢走。第二次崩坏，他把我们的土地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坟场。天命抛弃了我们，国家抛弃了我们，归根结底，连我们自己也抛弃了自己。没有人想做正经工作，拿着武器的人不是打家劫舍，就是像我们一样把自己的命卖给别人。可不然又怎么办呢？
不这样做，咱们谁都没有活路。懂了吗，阿列克谢耶夫娜？我们过的不是正常日子。这整个西伯利亚，大家过的都不是正常日子。这是布罗尼亚小时候的事，让你们见笑了。不至于啦，毕竟我也算是在西伯利亚长大的孩子呀。那里的人们的确都很不容易。马克西姆叔叔是布朗尼亚的父亲阿列克谢的战友，也是他小时候的玩伴。布朗尼亚不认识自己的父母，从懂事的时候起，就是马克西姆叔叔在照顾布朗尼亚，教布朗尼亚在战场上生存的本领。这是你在遇到可可利亚之前的经历？是布朗尼亚过10岁生日时发生的事。第2年夏天，为了给我们修房子和攒钱的马克西姆叔叔，在工作中被一条走火的枪打死了。打死他的人是一个比布朗尼亚大不了多少，第一次被派上战场的少年。马克西姆叔叔的帮派就这样解散了。在之后的冬天，布朗尼亚只好自己想办法赚钱，最终阴差阳错地遇到了可可利亚妈妈。布罗尼亚，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布朗尼亚，孤儿院的孩子们，可可利亚妈妈，还有马克西姆叔叔，我们都只是西伯利亚那片土地上的普通人，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那片土地的问题，也不可能通过个别人的努力就加以解决。虽然提安娜的爸爸妈妈还有逆商的大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第2次崩坏带来的社会冲击和次生灾害，还是摧毁了那片土地上的信仰。国家崩溃，战争爆发，原本秩序井然的西伯利亚，沦为了不法之徒的天堂。一个地方如果陷入了这种境地，即使花上数代人的时间，或许也很难回归正常。但布罗尼亚认知中的家乡原本就充斥着混乱，比起那些眼看着自己熟悉的生活被尽数摧毁的上一辈，布罗尼亚这一代人可以说反而幸运一些。即使战胜了崩坏，我们也依然有数不过来的工作需要和大家一起完成呢。不如说，战胜崩坏只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吧。想要把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变得美好一些，我们当然离不开构成它的每一个人。就像尤兰戴尔说过的那样，世界其实是一张画布，它的美丽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上面涂抹的颜色。就像理智律者其实是30万人共同的思想一样。这也是艾莉西亚坚持13英杰缺一不可的原因吧。好了，回忆太多历史，倒也无法给现实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是时候动身继续寻找线索了。嗯。